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萧炎炼制完给海波东的父子灵丹后，便开始炼制其他丹药。而萧丽在拿到萧炎炼制好的一瓶瓶丹药后，决定要利益最大化，举办一场丹药拍卖会。在黑角域这种地方举行拍卖会，需要特别强的实力。原本很多人都准备看萧门的笑话，但在见到天阴宗等三大势力表态要派出人手协助萧门维持封城的秩序后，黑角域大大小小的势力对萧门背后隐藏的恐怖实力都十分好奇。丹药拍卖会开幕前，萧丽告诉萧炎自己已经找到了他需要的药材，只是需要一笔不菲的资金才能拿到手。而这次拍卖会是否能顺利举行至关重要，因为这次萧门搞得动静比较大，吸引了很多黑角域的势力前来，其中就有不少曾经黑盟的成员和金银二老。萧丽怕金银二老会捣乱，萧炎让他只管将拍卖会举行到底，其他的事情交给他就好。萧丽想到萧炎连美杜莎那样凶悍的女人都能压制，对他十分有信心。清脆的钟声响起，萧丽作为萧门的掌事人站在台上开场，前排坐着的都是黑角域的强者，他们一眼就看出萧丽只有斗王的实力。金银二老冷笑着让萧门真正的首领现身，虽然韩风死在了萧炎的手中，但封城还轮不到萧丽这种小辈来占据。他们的话音一落，便引起了在场不少人的附和。萧炎笑着出现在台上，既然韩风死在他的手中，那他来收取自己的战利品不是很正常的吗？金银二老的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他们没想到萧炎杀了韩风之后，竟然还敢来黑角域。金银二老这次来就是想找麻烦的，他们口口声声说韩风身为黑盟的成员，封城又是黑盟的总部，他们有权利收回封城，但胜者为王，败者寇。萧炎作为胜利的这一方，自然有资格接受封城的所有。他让金银二老不满意的话，尽管放手来抢便是。金银二老被萧炎这番话刺激得脸色铁青，两道雄厚的气势从他们两人体内暴涌而出，将整个拍卖场笼罩住。萧丽大手一挥，拍卖场上的护卫全都举起弓箭，对着下方的金银二老。今天是萧门举办拍卖会的日子，任何人在此撒野都会被视为敌人对待。金银二老却觉得现在苏谦和内院的强者一个都不在这里，萧炎根本就不配跟他们这般讲话。萧炎懒得和他们再废话，轻声叫出美杜莎。看到美杜莎现身在萧炎身旁，金银二老脸色变得僵硬。他们对美杜莎一脚踢死韩风的场景记忆深刻，两人没想到之前喊着追杀萧炎的美杜莎会现身帮他。在美杜莎的注视下，金银二老将笼罩在全场的强悍气势缓缓收回。他们对美杜莎有种毫无来由的恐惧，直觉告诉他们，若是和美杜莎打起来，他们绝对会成为她的掌下亡魂。萧炎似笑非笑地看着金银二老，问他们封城萧门可有资格占据。金银二老身后曾经黑盟的成员大喊着要肃清萧门的势力。感受到台上美杜莎冰冷的目光，金银二老在无数目瞪口呆的目光中转身，狠狠给了那人一个巴掌，嘴里骂着不长眼的蠢货。韩风死在萧门主手中，他自然有权利接管这座城市，哪里轮得到你在这里唧唧歪歪。萧炎看着场下无耻的金银二老，也懒得在这种场合与他们计较，毕竟今日拍卖会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萧炎今天的任务就是镇场子，做完这些后，他就带着美杜莎去后台喝茶。谢过美杜莎后，萧炎尴尬地说，他们俩之间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仇恨吧，毕竟当初在地底，萧炎也是被陨落心炎搞得身不由己。美杜莎咬着一口银牙说，当初要不是萧炎带走吞天蟒，他们之间根本不会有牵扯，也就不会有后面的这些事。萧炎苦笑着说，自己当初不知道吞天蟒是美杜莎所化，而且他对吞天蟒可好的不得了，一直将它当作小祖宗一样供着，他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紫金半生缘，都是让吞天蟒当水一样喝。听到萧炎的话，美杜莎一愣，她虽然不知道萧炎是不是真的把吞天蟒当成祖宗供，但紫金半生缘倒的确是经常会给吞天蟒食用。美杜莎脸上的冷漠刚刚缓解了一些，就想到弟弟的事。按照蛇人族的规矩，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侵犯，就要将侵犯之人的脑袋投进族中圣池之内。萧炎顿时觉得自己的脖子一阵发凉，他感觉自己实在是太冤了。美杜莎让萧炎别想拖延炼丹的时间，到时候1年时间一到，他自然会将这些恩怨了断。说完，他便直接消失了。萧门这次的拍卖会举行得非常顺利，在拿到自己需要的药材后，萧炎便带着美杜莎进入深山，准备开始唤醒药老。有美杜莎在一旁护法，萧炎十分放心地放出药鼎，开始炼化药材。
花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他才将所有药材全部炼化完。之后又花了7天的时间将所有的药液融合。萧炎只歇了10来分钟，就迫不及待地将漆黑的戒指送入药鼎中，药液将戒指包裹住，其中蕴含治疗灵魂的药力也在碧绿色火焰恐怖的高温下尽数被蒸发进了戒指中，修复着药老沉睡的灵魂。就这样又过去了1个多月，药液越来越少，但戒指中依旧没有丝毫反应。山峰顶上的美杜莎担心萧炎，却又十分嘴硬，说萧炎已经到了极限，若是再继续熬下去，怕是要别人来拯救他了。萧炎知道美杜莎是关心自己，也不介意他的嘴硬，他让美杜莎放心，自己还能坚持。此时的萧炎脸色十分苍白，长达2个月不断的消耗斗气，催动琉璃莲心火，并且还要用灵魂力量将火焰完美的控制住。这种消耗，即使是斗王级别的强者也耗不起，更何况只是斗王的萧炎。望着凝神控制火焰的萧炎，美杜莎眉头皱了皱，她很不解为何自己会这么关心萧炎的死活。当包裹着漆黑戒指的药液只剩下薄薄的一层时，萧炎的身体也开始颤抖了起来，药鼎中的碧绿火焰也开始闪忽不定。此时的萧炎已经力竭，但他有预感离药老苏醒的时间已经不远了。他将仅剩的斗气不断压榨，萧炎的视线开始模糊，身体摇摆的速度也逐渐加大。一直盯着萧炎的美杜莎看着随时会掉落悬崖的萧炎，嘴里骂着自寻死路，身体却往前微倾，做好随时抢救萧炎的准备。当萧炎将体内最后一丝斗气涌出时，他的脑袋一垂，终于稳不住身形，朝着悬崖一头栽下去。眼见萧炎一头栽落悬崖，美杜莎立刻站起身想救他，但他的内心突然十分挣扎，不知道自己为何要救萧炎。这种侵犯他的家伙本该死有余辜才对，可看着萧炎坠落的速度越来越快，美杜莎还是忍不住飞身去救他。心中十分挣扎的美杜莎最终牢牢地抓住了萧炎的衣袍。就在他准备带着萧炎飞回去的时候，终于苏醒过来的药老以为美杜莎要对萧炎不利，一把将萧炎抢过来后，愤怒地让美杜莎想取萧炎性命，也要问问他同不同意。好啦，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